吴老夫人了，我得去禀告公子。公子，果然是聂元霞，刚才一瞥便是如此模样。将看这匣子后毁了英雄令，吴老夫人良将之谋，用手断臂，绝不会告诉我们开匣之法。所以，公子是打算骗老夫人她自己打开？公子，我自杀，与你无关。等下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可出现。公子，吴杰将军的兵马马上就到。好在没有辜负叔弟的托付。夏秋水，夏秋水，夏秋水。公子，公子若要出气，属下改日寻个机会，替公子杀了他们二人就是。一切皆好。你若敢上唐房，我便要了你的命。公子恕罪，属下此前不知，这唐姑娘如此重要，我这就下令，命所有人不可动唐姑娘。小秋水，今日便算我饶你一命，等你亲自看看这人间炼狱，到时候你还信不信这江湖侠义？宋明珠，英雄令既已拿到，萧家剑炉之围只会更硬。等他们水源耗尽，我要侵入剑炉，将萧息楼尸身拖去百草谷祭奠。是，公子。属下知您不喜食松丸的苦味，可这次您用龟蛇雷折弓，半肺脉受伤，对身子大有损害，还是吃上一粒，好得快些。宋明珠，你只需要做好我交代给你的事就行，不该管的事，别管。是。当中那些与我作对的，一个一个都要揪出来，否则他们真是忘了我柳随风才是副帮主。回帮。
帮主闭关，何人如此大胆，敢敲这巨神谷？是我。见过柳副帮主。今日召集诸位前来，是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诸位帮我参谋参谋。我追查天下英雄令之时，剑王的人却在灵梁镇做客，铁骑神魔颜鬼鬼更是莫名出现，搅乱我的计划。我想知道，这剑王是不是存心要与我作对？你是不是受了剑王的命令，让你在灵梁镇对我堵截，又让铁骑神魔颜鬼鬼和康初瑜合谋来夺老夫人的英雄令？我跟剑王无关，是我。帮规第14条，帮内命令需通过帮主或副帮主首肯方能下传。徐秀山，你可知罪？哼，这帮规也说了，西贤殿上非天王不可入内，柳副帮主却将这传信之人拉上，不也破了帮规吗？变通变通。哎，就是，大家都是帮内的兄弟。妖王不必打圆场，我是最守帮规的。天王级以上方能入西贤殿，这指的是活人，死人就无所谓了。柳副帮主，毕竟八王以剑王为尊，今日之事，是否回头再说呢？巨神谷已响，剑王还有火王未到，我作为副帮主，替剑王行一行他的职责，也是应当。即便我犯了不敬之罪，依帮规，也不过是关入司己牢半月而已。拜见帮主，帮主夫人。帮主闭关，听不得吵闹，你们是不知道吗？启禀帮主，启禀夫人，柳随风这些年嚣张跋扈，现在还诬陷属下，请帮主明察。方才你们说的，帮主和我都听到了。帮中的规矩你们是懂的，口说无凭，做不得数。属下自有凭证。都起来吧。谢帮主。这封信是傅天意写给属下的密信，信中说，柳随风暗中勾结12连环雾水道的朱大天王。可信发出不久时，柳随风便借他人之手，将傅天意杀了。现在还反咬一口，说他里通外敌，分明是他柳随风想要排除异己，篡夺帮内大权。
帮主，施荣锦，随风不曾做过。曲秀山，属下在。这封信上满是自说自话，不足为奇。是。随风，帮主，紫凤凰和傅天意的事，你也不必怪在秀山的头上。是。我倒有一事想要问问你：你带人马去围剿萧家剑炉，如此大动干戈，折损了不少兄弟，所谓何事了？回帮主，为的是天下英雄令。当我得知吴老夫人就在萧家剑炉时，还没来得及将这信息传给帮主，便让人去围剿了剑炉。那令如今在何处啊？燕狂徒，将天下英雄令交出来！今天老子就跟你们过过招。若是谁能从我手上夺下天下英雄令，我敬他是一条汉子。不仅把英雄令交给他，还把忘情天书赠予他。若是赢不了我燕狂徒，以后都要听我的调遣。还有谁？暗器伤人。天降神经助玄令，八荒英雄尽服手。随风，你可知道此令是何意？江湖人尽皆知。没错，当年少林、武当、峨眉三大掌门铸造此令之时，将自己的指印印在了这块令牌上。你且看一看这上面的指印。
的袖里乾坤，火候又进了一步。你们说，这花瓣该是留在这枝头之上呢，还是该摘在自己的手中呢？回帮主，摘落枝头，只得翩然一瞬；唯有留在枝头，才能芳菲久长。权力帮便是这花枝，我等都是花儿时。若争斗便是离枝，唯有锦衣花枝才得芳景。我信随风这一次只是疏忽了。这些年他太多操劳，力有不逮之过。今日之后，就让剑王与随风一同去查英雄令的下落。帮主，我定会替您夺回天下英雄令。那时随风再来向您请罪。公子找我，蛇王何在？已经去典藏派了。你跟上他们。公子是让我辅助他们查清当年行凶。我是让你跟上他们，免得蛇王也跟紫凤凰一样，做了驱寒山的狗。是。我命他们暗中具查行军单，但凡做出出格之事，你便当他们是反了。帮主，随风，英雄令呢？属下无能，英雄令没能拿到。你一向行事周密，怎么到了萧家的事上，
就一再失守。帮主明鉴。你在帮中多年未曾有过二心，可眼下你数度失守，即使我不说，你又该如何服众啊？随风一定会拿回英雄令，给帮中一个交代。唐门、少林、武当这三大门派，许久不问江湖之事，却在萧家的事上一致出手。少林、武当，我刚得到密报，少林、武当两大掌门已赶去萧家，你却拦下他们，送走这二位。公子，若是同时对抗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恐后……恐怕什么？副帮主，天正的武功至刚，单凭内力就可以洞穿万物，而泰禅的剑法至柔，变化万千，深不可测呀。若二人联手，刚柔并济，虚实掩映，恐怕我们胜算不大。帮主有命，就算是去赴死，又有何阻隙？是。是。不过，此次硬碰两大门派，自然是凶多吉少。我也不会让你们就这样去送死。此次对抗中原武林众派，我自是要智取。公子一向算无一策，请指示。全力帮安排那些人，在中原武林众派潜伏多年，如今也该派上用场了。师傅，天震大师的枯荣指果然名不虚传。诸位已造下这许多杀业，罪孽深重，还不放下屠刀，悔过所造恶业。老和尚，你何苦多管闲事？若我用此物换少林袖手旁观，你可否答应呢？是心经颂，不错，是达摩亲书的心经颂，此乃佛家至宝，我等想赠予少林。此等宝物若再丢失，可是天下佛家之哀呀！佛经确是佛家至宝，用来换萧家公道，却也不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毁了。
善哉，看来你还是不忍心呐。经书是真经，即便为了算计老衲，将其内也藏了蛊虫，毁了也还是可惜。原来你都知道。好厉害的蛊虫，不耗些功力，倒也杀不死他。红凤凰，师傅，天真大师，大师。看来我还是来迟一步。老和尚的枯荣指好厉害，不过我总算伤到你了。刚刚那招我可是用了10乘10的功力，就算是老和尚你，也吃不消吧？阿弥陀佛，师傅，我要杀了他们！师弟，你刚起太上，未免走火入魔，绝不可再出手。是，师傅。天正大师乃武林表率，你们光天化日要杀他，就不怕权力帮跟少林结仇太深吗？怕！以后当是少林武当峨眉，怕与我权力帮结仇？难道你们是想扰乱整个大西武林？那就比一比，看谁才是武林至尊。当真怕你们几个吗？杀！
丫头也算有点本事，在我白瀑剑气之前，居然活了下来。不过我还是劝你们老老实实的退去，武当功夫善守，要我抛下天正去把你们一个个杀得干干净净，确实费点功夫。但你们想攻进来，如果没有当年燕狂徒的本事，就别做梦了。我们自然不是掌门的对手，不过，谁让二位都中毒了呢？散功粉，不错，正是鱼库鱼的散功粉，只怕要让二位。雪里帮，秋水，秋水，秋水。你难道不怕死吗？雪里帮还有萧家，死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萧秋水，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可是你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，哪怕是拼上这条命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若我二人借力给你，或许能让你与他们一战。只可惜我二人身中蛊毒，若传力给你，只怕会害了你。是啊，也会令你被蛊毒侵蚀。前辈，我本就是一个废人，就算是身中蛊毒，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是秋水，我二人功力一旦注入，那将是挫骨断筋般的痛苦。只要能报仇，我死也不怕。恳请前辈，请将内力传授于我。好。就让这长河滚烫，再走进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才算不枉这一败。就让这长河滚烫，再走进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才算不枉这一败。就让这大地变成霜雪也伤怀，凭世间一不更改。
爹的玉佩，爹说过，玉佩在人在，玉佩实在人亡。难道爹娘？刘随风，我爹娘在哪里？我爹娘在哪里？刘随风，敌人便是你的死期！这小子好大的身子，咱们俩这截然不同的内力，入他经脉后，竟少有挚爱。若能活过今日，不可限量啊！是啊。哎，听这老头，这小子好似没中蛊毒啊！这小秋水原本没有内力，那蛊虫何处依附啊？刘随风危害武林，祸患无穷，断然留不得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老虎，你这是？师傅，我受你多年教诲，无以为报，可全联帮的救命之恩，我不得不报。老虎，我杀了你！不行，爸，师傅，他毕竟当了你那么多年师兄，要惩罚他，也不该是你。师傅，老虎，今日你算是报了恩了。是。那便好，生死不论，恩怨两清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魔。今日我已将所欠的债还清，现在我要还师傅您的债了。愿力呀，阿弥陀佛。
姐妹，怎么会这样？想不到，就连衡山派的莫掌门也是权力帮的人。亚西武林，何以无此？天正老头，咱俩暗地里较量了一辈子武学，想不到却要一起走了。羽化飞升，西方极乐，禅道各得其所。师傅，师傅，禅道各得其所。阿弥陀佛。师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权力帮柳随风设计害死天正太长。
怎么回事？二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秋水下手可真狠。小秋水还没这个本事，若不是他借了2大掌门的内力，还是伤不到我。让开！久闻大名，白凤凰深藏不露，没想到竟与衡山派的白衣观音是同一人。今日之事，多谢。他再晚点出手，公子可就没命了。你要谢，就谢过帮主吧。若不是帮主一向看重你，我才不会轻易暴露身份出手救你。自己喜欢的人，自己看好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宋秘书，我先回衡山派处理了派中之事，再回去复命。白凤凰如今行踪暴露，他为何还是要冒险回去？龙虎还了权力帮的恩情，又一命还了师门。希望白凤凰不是下一个龙虎。公子信不过白凤凰。我怎么想不重要。2大掌门已死，总算是完成了帮主的吩咐。只是这天下英雄令还没有下落。先回去，小七楼和孙慧珊身上还有秘密。
公子，属下从药王处求得了反击区名单。自返回去，可有听到什么风声？帮主对英雄令只字未提，但是讲。 去寒山回去面见帮主，把没拿到英雄令的事全推在公子头上。帮主已下令命红安严查。是我为帮主办事不力，怪不得别人。柳随风，帮主，属下已将柳随风带到。好，寒山，你先下去吧。帮主，柳随风起了反心，怕会对帮主不利啊。不会，下去吧。是。随风，你过来。 随风，你可还记得这幅画？这是权力帮初创时，帮主带着我们兄弟7人，一同所画《血祭看山图》。做此画时，我们兄弟7人，本是每人画上一座山峰。那时你却不肯，说自己只画松柏。于是这幅画上。 只有6座山峰。当初兄弟7人经历创帮时的连番大战，只剩下我与帮主。你武功不俗，
华松柏终究是委屈了你。若这幅画上有一座最高的山峰，便当由你来画。帮主，随风此生只想追随帮主，绝无僭越之心。天正太禅，二位武林泰斗，便是见上一面，都要背足了礼数。你倒好，却是说杀便杀。惹得少林武当不得不与权力帮成为死敌。若非因你，白凤凰也不会暴露身份而死。既然你有这等本事，又何必屈尊于我之下？杀天正太禅师，我刚得到密报，少林武当2大掌门已赶去萧家，你去拦下他们，送走这2位。有人扮作我，命你杀人。是。随风迟迟无法带回英雄令，让帮主失望，便一心想着将功赎过。可未曾想过，竟有人能假扮帮主，扮得如此之像。天外有天，你有本事杀了天正太禅，便有人有本事骗了你。随风心中只有帮主，帮主之命，随风从不敢怀疑。没想到，却被人所利用。可是随风从未自行其事，绝无反心。刚才我说了，你不会反。让我失望的是，这一切都要乱了。随风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15年。15年。即使对方易容术如同再造，你也应该相信，我绝不可能会下这样的命令。到底是对方易容术高明，还是你心中太过于自信，因而没了顾忌？江湖上疯传我权力帮称霸武林，为所欲为，这听得久了，连你都忘了我们开帮立派所图为何了。不敢忘记。随风，此之罪无可赦，还请帮主责罚。起来。接下来的这一仗，无论你是生是死，权力帮都不再有柳随风这个人。都在啊。宋明珠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你在，对面这几个肯定活不长了。我家公子命我来寻少流泪，我不记得也派了你们几个呀？我们也是帮帮主所想。那最好，你们先打着，我去散个心。燕大侠让你来找我，所为何事啊？难道少流泪没有见过燕大侠？
他说这些年对你不太好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想要我帮忙教你去除你体内阳气的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哈，他想说的是，只要你把无极仙丹还回去，他就给你这个办法。在我这儿。我已经没了武功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刚才试过了，你不会武功。张嘴。这就是无极仙丹啊！我拿走了。哼。少林，你竟敢！别快，我杀了你！少前辈，你这是为何？小子，燕匡图既然让你来寻我，他必会暗中保护你。可刚刚这丫头夺丹，她都没有出现，就证明你是在说谎。自从你说燕匡图对我有愧疚之心时，便露出马脚了。他将我掳走10年，什么残忍手段没有用过，何来的愧疚之心呢？原来一开始少流流都在试探我，没想到他心里一直在算计。更可笑的是，你要服着无极仙丹。你既知道他逼我服下了半颗阳丹，自然不会留下阴丹。这最后的仙丹，就是那半颗阳丹。你服下之后，只会落得跟我一个下场，被元阳折磨，生不如死。你根本就不是他弟弟。你骗我！再尝一遍！在我受元阳折磨的时候偷袭我，那你猜猜，我现在最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元阳爆体，自然要阴阳平衡。他们跟我说，这云霞山当中有制作阴丹的灵虫，只要服下，就能缓解我的痛苦。可是我找了这么久没找到啊，都是骗子！现在就让你来缓解我的痛苦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一个美人。我是柳随风。柳公子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公子会让你比现在痛苦千百倍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觉得
我会在意吗？你生气的样子真是美极了。你敢少流泪，你会后悔的。小子，你还真是好心啊！少前辈，人之所以是人，多少还是要有一些尊严的嘛。尊严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尊严？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过的人不死人，鬼不信跑，我连条狗都不如。你吃过跟我一样的苦吗？你没吃过我的苦，凭什么跟我来谈尊严？既然你这么正义，就吞了这颗羊蛋。这还没完呢。你吃了那颗丹，没事吧？宋明珠，灭门之仇不共戴天，你不想死就给我滚！你给我把血解开，我能帮你疗伤。闭嘴！萧秋水，如今你要杀要剐，我无反抗之力。即便你救了我，下一次我还是会为我家公子拼命对付你，绝不手软。你的血我给你解不了，我深深的要你无法控制。时间到了，你的血立马就会解开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。
元阳爆体，自然要阴阳平衡。他们跟我说，这云霞山当中有制作阴丹的灵虫，只要服下就能缓解我的痛苦。蛇毒，难不成白蛇的蛇毒就是无极仙丹阴丹的原料？就让这长刀滚烫在掏心山海，当光占据了尘埃，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，可算不忘这一败。就让这大地连成霜雪墙外，冰上剑意不曾改。任千年万岁，我一笔盛开，想等。三天来等你内力在增加，暴走的阳气阴气，难道能有了一甲子的功力？小酒水，你和别人还真是不一样。换做是我，只要能多活几日，我管别人死活。谢了。站住！你们权力帮的人，果然都没有什么良知。庚子，暑野寒气重，公子多注意休息。我无碍。听闻公子出事，我很是担心。我得失已了，帮主不再责怪。若公子离开权力帮，红凤凰我对权力帮也绝无任何留恋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萧家的事都如何了？公子放心。这萧逸人在锦都广发英雄帖，试图重建黄花剑派，但根本无人问津，不成气候。从前依附萧家的那些小派也与之反目。这萧逸人，刚愎自用，一心想着当大侠，心思却在维系虚名之上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倒是那个萧秋水，他这种人，能活在江湖上已是万幸，哪配被公子惦记？你是真心觉得他不值一提，还是心生袒护之意？公子不妨直说。偶有失手，我尚能容忍，但背叛我的下场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属下不敢，我此生绝不会背叛公子。
若你有半点怀疑，那现在就杀我。谅你也不敢。你只字不提无极仙丹之事，是出了什么差池？丹呢？一颗被少流泪吃了，另一颗被烈火神君蔡气神抢了去。那少流泪武功在我之上，属下费尽周折才捡回这条命的。再有下次，你也不必回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哪怕甘愿为他赴死，也不曾激起公子心中的任何涟漪。宋明珠啊，宋明珠，你还在妄想什么？留在公子身边。